一家帮男人治脱发、改善性功能的品牌，为什么能变成医疗界的 Netflix？ 是真正的革命，还是被情绪推高的泡沫？股价2年涨3倍，用户突破200万，华尔街为它疯狂，空头却在不断加码。这家公司到底值不值现在的100亿现金？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Dog Eric 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家公司 Hims & Hers Health， 股票代码 HIMS。你可能在社交媒体上见过这样的画面。极简的包装，温柔的配色，像美妆广告一样的健康品牌，这就是 Hims & Hers。它把原本尴尬、冷冰冰的医疗问题，比如说像脱发、性健康、心理焦虑、皮肤问题，全都变成了一个可以在线订阅的生活方式品牌。在这个过程中，它不仅吸引了数百万年轻用户，还重新定义了什么叫直接面对消费者医疗，也就是 DTC。今天我们就来系统拆解这家公司，看看它到底是医疗革命者，还是被情绪推高的资本宠儿。本期视频我们将从7个维度全面拆解 Hims & Hers Health。这期内容信息量非常大，如果你对数字医疗、DTC 订阅模式，或者是 GLP-1 减重赛道感兴趣，这一期千万别错过。我们先从股价开始。 Hims 是过去2年最有话题度的远程医疗股之一，今年以来一路大幅震荡上行，但波动也很猛。驱动股价的3根主线很清晰，第一个是 GLP-1 减重药业务的不断扩张与政策和供应冲击，第二是季度财报里的订阅数和客单价，第三是监管沟通和品牌事件。接下来我会把关键日期与股价反应逐一对齐。如果要形容 Hims 过去2年的股价轨迹，我们会说它是一只典型的事件驱动型成长股。每一次重大公告、政策变化、财报发布都能引发股价剧烈波动，而这些波动背后，其实正是市场在不断重估它的商业模式。先看2024年5月20日，当天 Hims 宣布开放获取 GLP-1 注射剂，解决了长期以来用户在可得性和价格上的痛点。这条消息在社交媒体和财经媒体上几乎同时发酵，市场立即反应，股价当天飙升近 27%。这波上涨标志着投资人开始把 Hims 从性健康品牌重新定义为一个正在切入减重和代谢领域的数字医疗平台。但是好景不长，到了2025年2月21日 FDA 宣布司美格鲁肽的短缺正式结束，同时启动复配药宽限期的清理。这意味着此前 Hims 借助复配药模式获得的销售窗口很可能在监管层面被收紧。市场立刻又做出了反应，股价当天或者是当周内跌幅超过了 20%。 不过资本市场的记忆很短，到2025年5月5日，公司公布第一季度财报，数据相当惊艳，营收同比翻倍，订阅用户突破240万，人均月度在线消费额也明显提升。最后一天，股价直接踩油门上冲，多家财经媒体用的标题是 Hims 再次证明它不仅能卖药，还能印钞。然而到了2025年8月4日的第2季度财报，故事又反转了。尽管年增率仍然很高，但是略低于市场预期，而且毛利率出现收缩。官方公告显示，当季收入 5.45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翻倍，但是略低于部分分析师的共识。随后盘后和次日，媒体报道股价下跌约 10% 到 12%， 投资者开始担心，增长虽然亮眼，但是利润空间是不是在被侵蚀。到了10月上旬，公司宣布组织与产品线的微调， COO Nader Kabbani 将于11月2日转任顾问，由 CCO Mike Chi 接任首席运营官。这项变动已经在10月2日的 8K 报道中披露。同时呢 Hers 端也迎来了新业务，公司推出了更年期与围绝经健康服务，被外界视作其女性健康产品线的又一次扩张。公告发布后，当日到次日，股价一度上冲 7% 到 16%。 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 Hims 的典型特征，事件决定方向。每一条政策，每一个季度的财报，甚至一次管理层调整，都可能成为股价波动的导火索。对短线交易者来说，这是机会，但是对长线投资者来说，这更像是一场信心与现实的拔河。那么我们再看它的进入点和拐点。第一大拐点是2024年5月的进入 GLP-1 注射剂。这件事情呢，把 Hims 从传统的 DTC 与皮肤性健康赛道拉进巨量需求的肥胖管理赛道，估值体系瞬间改变。第二大拐点是2025年2月的 FDA 的短缺缓解公告。
复配的合法空间随之收窄，直接压到 Hims 的增长预期和估值倍数。公司随后强调，会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持续提供个性化方案，并增加替代选项，比如说利拉鲁肽、品牌可得性等等。而除了政策和产品拐点之外，真正让股价情绪剧烈波动的是品牌曝光和合规风险之间的那条隐形红线——广告与合规。这个是 Hims 情绪波动的放大器。超级碗广告因为风险披露问题引发媒体和专家批评，随后 FDA 对线上平台推广和复配药物的宣传合规发出了更明确的信号。对股价而言，这类新闻不一定改变长期的现金流，但会改变风险溢价，从而放大短期波动。那如果说事件决定波动，那业绩和用户就是股价的中枢。2025年前2季 Hims 的订阅规模和营收仍然在高位增长，盈利能力显著改善，这为估值提供了地基。市场对第二季度边际变化，比如说毛利率收缩、季度环比节奏更敏感，从而导致了好基本面和高波动并存的定价特征。接下来我们就从区间回报的角度看一看 Hims 与标普的对比，它究竟是怎样在高波动中保持领先。从区间回报来看， Hims 在2025年显著跑赢大盘，截至10月，股价年内涨幅超过 100%， 而标普500仅为 14% 左右。这种超额回报的背后也伴随了剧烈的波动，几乎每一个关键节点，无论是 GLP-1 消息、FDA 公告，还是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财报，都带来了2位数级别的快速涨跌。这说明 Hims 的事件贝塔非常高，市场对新闻和指引极度敏感。因此它的定价特征对投资者来说，仓位和择时更要与财报和政策节点配合，而中长期趋势的底层支撑仍然来自业绩和用户增长这条中枢线。那在进入产品、营收和行业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是谁，在做什么。Hims & Hers 是一家成立于2017年，总部设在旧金山的数字医疗与保健平台。它的目标很明确，让对于传统诊疗路径来说可能有障碍的人群，比如说性健康、皮肤健康、减重、心理健康等，通过线上流程、许可医师与配送体系，获得更便捷的解决方案。公司于2021年通过与 Oaktree Acquisition SPAC 合并直接上市，股票在纽约交易所挂牌，代码为 HIMS。这一背景决定了它的成长模式，就是以直接面向消费者，就是以 DTC， 也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加上平台化，加上订阅或会员为主线。那 Hims & Hers 的成长路线颇具典型性，最初从男性健康切入，比如说脱发、勃起功能障碍等曾经被视为敏感话题的领域，很快扩展至女性健康，也就是它的 Hers 品牌，包括避孕、一般女性保健。随着数字医疗趋势兴起，公司又往心理健康、皮肤健康服务迈进。进入到2024年，减重尤其是 GLP-1 注射剂成为了一个新的战略增长方向。那到了2025年呢，公司也在加快海外扩张和组织结构优化。那了解这些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当前业务布局和战略重点。Hims & Hers 的商业模式值得细细拆解。用户呢，首先在线上平台进行症状评估或者是咨询，然后由许可医师开处方，比如说脱发药、ED 药、减重注射剂或者是保健品。之后产品通过平台配送或者是订阅形式持续提供，这一流程几乎全部数字化。用户体验与传统的那种到门诊开处方取药是完全不同的。收入也分为了几类，比如说订阅型服务，例如持续使用某项治疗方案，还有一次性购买的保健品或者是 OTC 产品，还有医师咨询和处方药服务。它定位于传统医路可能进入门槛高的细分领域，比如说男性脱发、性健康、心理健康、减重治疗等等，这个就是它的切入点和差异化所在。那么从地域来看，目前 Hims & Hers 的重心仍然是在美国，这是它最大并且是最成熟、产品线最多、用户渗透最高的市场。根据财报显示呢，线上收入几乎占据全部营收。公司在2025年也正式启动了欧洲的扩张，通过收购 Zava 进入了英国、德国、法国、爱尔兰等市场，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说一下。那未来呢，可能从纯线上模式迈向混合渠道。
但是当前仍然以线上为主，规模化逻辑就很清晰：一是订阅用户再上台阶，二是提升每个用户每个月创造的收入，也就是 ARPS。第三点呢是不断加入新品类，比如说减重、心脏或者是更年期健康等等这些产品。那在公司治理层面， Andrew Dudum 是这家公司的创立者之一，如今担任 CEO。他主导了从男性健康起步到女性减重、心理健康的全线拓展。CFO Yemi Okupe 则负责财务战略，包括盈利能力提升、利润指标监督等等。2025年，公司在 COO 也就是商业负责人等执行层面上进行了调整，这个表明公司在执行节奏上正式进入了加速模式。投资者在看到这个公司的时候，会重点看几个维度，比如说平台化执行是否落地，也就是线上到订阅到多品类能否顺畅，再比如说订阅运营能力，也就是保留率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 ARPS 和获客成本，再比如合规与监管风险，尤其是远程开处方药、药品配送、减重药品等，以及国际扩张能否达到预期，这些都会影响公司治理表现和股价反应。好，关于公司概况部分，我们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Hims & Hers 是一家数字化、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保健平台，业务呢从男性脱发、ED 起步，最后覆盖女性健康、心理、减重等较大机遇的细分板块。它的商业模式以订阅与一次性购买为主，并且整合医师咨询加线上药房配送服务。目前以美国为主，欧洲扩张是其下一波增长方向。那管理层呢进入了加速期，重点是把模式做大，订阅做深，成本做低，合规风险降下来。那下一章我们将进入核心产品和营收结构。让我们先把这个模块拉直。到2024年 Hims & Hers Health 年营收约为 14.8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69%。进入到2025年，它滚动年营收已经接近了 20.1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88.7%。那具体来看，第一季度收入 5.8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1%。第二季度收入约为 5.45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为 72.6%。由此可见，公司处于高速增长轨道。但是呢，增长率从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有一定的放缓，这个就是成长公司常见的高基数加上竞争、供应、节奏因素等造成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Hims 的收入结构。那数据显示，公司几乎所有收入都发生在线上，线上收入的占比约为 97% 到 99%。换言之，传统批发和零售渠道几乎是边缘化的，仅贡献了 1% 到 2% 左右。在构成方面， Hims 的收入可以分为3大类。首先是订阅会员服务，这个就是用户定期付款以获得远程医疗、线上咨询、护理管理等服务，它是当前公司增长的发动机。其次是一次性产品销售，比如说非处方药、配件、样本盒等，用于补充现金流。最后是处方药和治疗方案。随着公司从简单的远程咨询延展到提供处方药和治疗方案，这部分也在逐渐成为新的收入增长来源。那综上所述，公司正聚焦于一个高毛利、高粘性的订阅业务，而商城、批发渠道目前只是小配角。这个就说明 Hims 的估值更应该建立在线上服务加订阅模式的可持续增长上，而非传统零售销售的波动。那在 Hims 的整个商业架构中，订阅服务是最核心的增长引擎。在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订阅用户达到了约240万人，同比增长 38%。同期，公司披露其月度在线收入每平均订阅用户 ARPMS 提升至约84美元，这意味着每位用户带来的长期收入都在显著增加。这背后反映的是订阅化到生命周期延长到 LTV 提升的核心逻辑。订阅模式不仅带来了稳定可预测的现金流，也让公司能够通过会员体系、AI 健康推荐和持续治疗服务延长用户关系周期。那未来 Hims 计划进一步用 AI 算法实现个性化处方续购和交叉销售，提升单用户价值。这个正是市场给予 Hims 高成长估值溢价的根本原因。它不仅是卖药，更是运营一个长期健康的生态系统。那 Hims 的一个显著增长驱动力就是减重服务，尤其是 GLP-1 注射剂这一类新品类。自2024年，公司通过 Busk Health 平台切入 GLP-1 复配市场，并整合线上问诊、配药、续方等功能。
公司在第一季度报告中指出，减重及相关专科治疗被视为下一阶段增长关键。内部预测呢，这一条业务线在2025年可能带来约7.25亿美元的收入，占整体近1/3。不过增长也伴随挑战，毛利率从去年的82%下降至73%，主要是受新品类高成本与定价调整影响。此外 ，GLP-1 市场竞争激烈，原研药厂的定价、供应紧张及 FDA 政策都将影响复配药空间。换言之， GLP-1 板块是 HIMSS 的第二曲线，但是要平衡高速增长和利润承压的矛盾，才能真正兑现潜力。那么除了减重业务外， HIMSS 仍然维持它的核心产品线，也就是性健康与头发护理。这个产品线是公司最早切入的市场，也是品牌认知度最高的板块。这部分业务拥有稳定的复购率，是现金流的压舱石。在皮肤健康方面，公司曾以1.1亿美元收购 Apostrophe， 强化远程皮肤诊疗，但是在2025年初宣布关闭，并且整合进主平台，以减少成本，并且统一技术体系。同时呢，公司正积极扩展心理健康、保健品与检测服务与检测业务，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生态。这意味着用户从性健康、皮肤护理到心理与营养管理，都会在同一个 App 中持续互动。这些产品线协同，帮助 HIMSS 提升每用户价值与粘性，但是也让公司面临新的挑战，那就是从医疗合规到供应链管理，都需要更高的系统整合能力。展望未来，公司给出了明确的指引。2025年全年，公司预计营收介于23亿至24亿美元 ，Adjusted EBITDA 在2.95亿至3.35亿美元之间，这是基于它当前规模和增长预期制定的。更远的是，公司喊出2023年的目标，那就是营收至少要到65亿美元 ，Adjusted EBITDA 至少到13亿美元。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包括：第一个是提升订阅深度。第二个是新品类加速，也就是减重、实验室检测、更年期健康等等这些新品类。第三个呢是国际扩张。第四个是提升运营杠杆效应，也就是成本节约、规模化效益。好了，那么其实 HIMSS 的营收结构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就是线上平台加订阅模式为核心。之前呢是以性健康、脱发、皮肤为主，现在正在由减重等新品类拉动新一轮增长。不过，新业务虽然成长快，但是却带来了成本上升、定价压力、盈利率下降等问题。公司盈利仍然在优化阶段。那2025年的指引虽然是明确的，但是也不容易达到。那投资者需要重点看订阅用户增长、每用户收入、毛利率走势、国际扩张的执行情况。当然 ，HIMSS 的增长目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要理解它为什么敢喊出2023年营收65亿美元的目标，我们就得先看清它所处的行业大势，一个正在从医疗传统转向订阅化、数字化、直达消费者的全新生态过渡的市场。我们先来看大背景。根据 Global Market Insights 和 Statista 的多项报告，全球数字健康市场在2024年的规模已经达到了约6600亿美元，到2023年有望突破1.5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13%， 其中北美地区占比超过 45%， 依旧是全球数字医疗创新与消费的主战场。这背后呢有3大核心增长动力。第一个就是远程诊疗的渗透率持续提升，疫情改变了用户的习惯，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在线咨询医生、获取处方、完成配送，这种行为已经从权宜之计变成了医疗消费的新常态。第二个是 GLP-1 药物带动的肥胖和慢病管理市场，这个市场正在彻底重构整个健康产业的逻辑，从糖尿病治疗延伸到体重管理、代谢改善，甚至是心理健康。一整条生活方式病管理赛道正在被重新定义。第三呢，就是 DTC 模式的兴起，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主动掌控自己的健康数据和治疗选择，他们希望像买 Netflix 一样买健康服务，这个正是 HIMSS 的核心模式，订阅加个性化加数据驱动。所以你会发现 HIMSS 其实站在了这3条浪潮的交叉点上，远程诊疗和 GLP-1 和 DTC 品牌。正是这3股力量叠加，让它有机会从一家线上药房走向一个全品类、全人类、全球化的数字医疗平台。
那在美国，远程医疗已经整整经历了10年的演化，从最初的线上看病，逐步发展成一种数字化健康生活方式平台。这个赛道的头部玩家主要包括几类不同方向的公司，比如说 Teladoc Health， 主打企业端与医保合作，是 B2B 模式为主。再有 Amazon Clinic， 它借助 Prime 生态切入远程诊疗与药物配送。还有 Ro Health， 从男性健康起家，延伸至慢病管理。最后就是 Noom， 结合心理与体重管理，强化行为疗法的长期干预。而我们今天的主角 Hims & Hers 则定位为面向消费者的综合健康平台。它用品牌、设计和订阅制，把医疗变成了一种生活体验。整个市场的趋势其实非常明确，从远程问诊平台正在演进为全链路健康解决方案平台。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线上问诊，而是从诊断到处方，从药物到行为干预，再到长期健康追踪的一体化服务。对消费者来说，他们最在意3件事情，那就是私密性、便捷性以及价格的透明度。而这3点呢，正是 Hims 最核心的竞争力所在。它让看医生这件事情变得不再尴尬，不再复杂，也不再昂贵了。那我们把竞争放在一张图上看会更加直观。整个美国远程医疗市场其实可以分为2种模式，一种是 B2B 的企业端，例如像 Teladoc， 另一种是 DTC 直达消费者，也就是 Hims、Ro Health 和 Noom 这类品牌。那 Hims & Hers 的定位是最清晰的，是一个纯 DTC 的品牌化远程健康平台。截至2025年，用户大约240万，市值接近109亿美元，是同类公司里罕见的盈利中平台。那 Teladoc Health 则更偏向 B2B 端，主要通过企业医疗与保险合作来获客。它的覆盖面广，但是 ROI 相对较低，过去几个季度仍然处于持续亏损状态。那 Ro Health 呢？它和 Hims 在模式上很相像，也是 DTC 加药房模式，不过规模明显更小，估值和用户量都还在私营阶段。而 Noom 则主打 App 订阅和心理辅导，起家于体重管理，现在也开始切入 GLP-1 药物赛道。它的盈利表现波动较大，更像是一个生活方式健康品牌，而不是医疗平台。所以说，如果我们横向比较， Hims 的优势就很突出了，盈利能力罕见，订阅粘性强，品牌年轻化，用户体验优越。但它也面临新的挑战，比如说监管趋严、复配药规则收紧，以及 GLP-1 竞争白热化。同时呢，随着产品组合扩大，毛利率也出现了一定的压力。所以换句话说， Hims 已经从快速成长阶段进入到了如何守住盈利和估值的成长考验期了。那么同业对比的具体数据，我们会在后面的基本面分析中详细分享给大家。下面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GLP-1 的热潮和它的机遇与挑战。那 GLP-1 类药物正在重塑肥胖治疗和代谢管理的全球格局，比如说像 Ozempic、Wegovy、Mounjaro、Zepbound 这些名字已经不只是药物了，而是整个健康行业的新引擎。那根据 Statista 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 GLP-1 市场规模即将突破1300亿美元。这是一个足以改变制药和远程医疗格局的超级赛道，但是问题在于机会巨大，约束更大。比如说 FDA 对复配药设定了严格的时间限制，一旦品牌药物不再短缺，复配就不再合法。同时呢，药源紧张也让平台的供货变得极其不稳定。那对 Hims 来说，这是一场合规和效率的博弈。公司选择了一条更稳的路线，就是合法复配加正规品牌药渠道加数字化监测随访。这条路不一定是最赚钱的，但是它守住了最核心的资产，那就是用户信任。那短期来看，这意味着毛利率和利润空间都会被压缩，但是从长期来看， Hims 正在以更稳健的方式构筑属于自己的品牌护城河。所以换句话说，别人追逐的是爆发力，而 Hims 则更在意的是潜力。在 GLP-1 带动的新周期下，整个远程医疗行业也在悄悄发生结构性转变。我们先看2条最明显的趋势。趋势1就是消费者信任的品牌化集中。在远程医疗 2.0 时代，信任成了最稀缺的资源。用户不再愿意去匿名网站买药了，而是更偏好有品牌背书的平台，尤其是在敏感领域。那消费者更看重隐私、安全和品牌形象。Hims 在过去几年在这方面投入巨大，包括超级碗广告、线下联名活动、内容营销等等。他在做的其实是抢占信任心智。
这种策略的好处就是能建立长期品牌溢价，但是代价其实也很明显了，就是获客成本高 ，ROI 承压。第二个趋势是行业边界的延伸，从医疗走向健康，再走向生活方式。传统远程问诊主要解决病与药的关系，而现在平台正在往健康管理生态发展，从处方药开始，延伸到饮食、运动、心理、睡眠，形成完整的 wellness 体系。那 Hims 最早在2023年到2024年间就推出了 wellness 系列和实验室检测计划，让品牌从看病平台升级为了健康品牌。这样不仅增加了复购，也带来了交叉销售机会，从用药一次变成了持续陪伴。但是要做到这一切，前提是守住合规的底线。远程医疗真正的壁垒不是技术，而是合规。FDA 和各州药监局对跨州处方和药品调配都有严格的要求。Hims 必须维持庞大的持牌医生网络，并确保每一例问诊都有完整记录存档。同时，药品供应链也得自建，或者是和药房深度合作，才能形成真正的闭环式服务。那数据安全呢，也同样关键。Hims 的系统必须符合 HIPAA 标准，确保用户隐私不再泄露。这些环节带来极高的合规成本，但是也因此形成了强大的护城河。后进入者如果想抄这条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说，合规、处方、供应链是远程医疗的三座大山，也是 Hims 长期防御力的核心。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Hims 的结构性优势。第一个就是品牌心智领先，尤其是在性健康、脱发、皮肤护理等领域。Hims 在年轻消费群体中的品牌认知度极高，它不只是一个医疗平台，更像是一个健康品牌。第二就是订阅模式带来了稳定的现金流，每月固定续订、自动计费，让收入结构非常清晰，也提高了用户留存率。第三个呢是自建药房和供应链网络。Hims 通过合作和自营的 Pharmacy Network， 把药品从生产到配送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极大的提升了履约体验和合规控制力。第四个就是盈利罕见。与 Teladoc、Ro 等同行仍在亏损不同的是， Hims 已经连续多个季度实现盈利，这是整个 DTC 医疗板块中非常稀缺的特征。第五个是多品类协同带来的交叉销售机会。当用户在平台上完成初次问诊后，他可能会接触到心理健康、减重、皮肤等服务，实现一个入口多重需求的业务循环。这些优势让 Hims 在竞争激烈的数字健康赛道上具备很强的韧性和延展性。但是呢，挑战也同样不少。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多次强调的合规性风险， FDA 对复配药监管正在逐步收紧。那第二个呢，就是成本压力， GLP-1 原料价格高，广告费用高，医生网络庞大，都压缩了短期利润空间。第三呢是竞争加剧，像 Amazon Clinic、Ro、Noom 甚至是 Weight Watchers 都在布局相似的赛道，争夺相同的用户和医生资源。第四呢则是增长节奏的变化，从2024年的 111% 的增长到2025年约 70% 的增长，增速虽然是很高的，但是已经进入了高基数压力期。第五个是投资者的疑虑，市场担心毛利率下滑后 Hims 的长期盈利模型能否持续验证。那这些挑战不会在短期内决定成败，但是它会决定 Hims 的天花板能够有多高。那讲完了 Hims 在美国市场的优势和挑战，我们把目光放到更远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Zava 的收购。在2025年4月 Hims 宣布以约 1.5 亿美元现金加股票的形式收购总部位于伦敦的 Zava Med。Zava 成立于2010年，是欧洲老牌的远程医疗平台，提供在线问诊、处方和邮寄药房服务，覆盖英国、德国、法国和爱尔兰。截止到2024年，平台已经累计开具超过1000万张处方。这桩收购被视为 Hims 全球化战略的关键一步，它标志着公司从美国单一市场正式迈向跨洲多市场的新阶段。那这笔交易的战略价值可以拆分为4个层面。第一个是监管桥梁， Zava 已经持有英国、德国、法国、爱尔兰4国的远程医疗牌照，为 Hims 打通了进入欧盟市场的合规通道。第二点呢，就是渠道延伸， Zava 拥有自建药房和物流体系，解决了欧洲地区最后1公里的配送问题。第三个就是用户基础，现在有400万注册用户可以直接迁入 Hims 平台，提供及时的市场规模和数据资产。第4点呢，就是产品协同了。Hims 可以将旗下高毛利产品，比如说 Hims Hair、Hims Birth Control
Mental Health Program 等等导入欧洲，实现内容和服务的一体化输出。那官方还宣布将成立独立的 HIMSS Europe 事业部，由 Zava 的 CEO David Mears 负责执行整合。那从市场潜力来看，欧洲远程医疗行业正在快速增长。2024年市场规模已经超过800亿美元，预计2030年将突破180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14%。尤其是在英国，由于 NHS 医疗资源紧张，用户自费看诊的意愿持续上升，线上问诊和订阅医疗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不过呢，挑战也不小，每个国家的法规异常明显。德国对处方药配送监管极严，法国则对广告法规约束更高，而 GDPR 隐私保护则提高了数据存储和跨境传输的成本。整合初期利润率可能会被稀释，竞争对手比如说像法国的 Doctolib、德国的 Teleclinic 以及英国和瑞典的 Livy 也都在加快布局。但是从长期来看， Zava 为 HIMSS 打开了最难突破的门，也就是欧洲合规入场券。那 HIMSS 的国际化不是一场孤立的并购，而是一条分阶段推出的全球路线图。第一阶段呢，就是北美市场，稳住盈利，强化它的新品类，尤其是 GLP-1。那第二阶段呢，是欧洲落地，通过 Zava 完成本地化运营。第三阶段则是全球协同，品牌跨市场整合，数据互通。换句话说， HIMSS 想做的不只是远程医疗服务商，而是成为一个全球化的 DTC 健康品牌平台。它的目标是兼具 Teladoc 的服务深度与欧莱雅的品牌广度，打造出全球范围内可持续、高信任、品牌化的健康生态。所以总结来看，这起 Zava 收购不仅仅是地理扩张，更是战略层级的升级。它让 HIMSS 解决了市场边界问题，拥有进入欧盟市场的正式身份。从估值角度来看呢，这一步让 HIMSS 不再只是美国 DTC 医疗公司，而是全球化数字健康平台。对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 HIMSS 的故事从此进入了第二章。那讲到这里，我们回到更宏观的视角，从行业生命周期来看，远程医疗已经走过了最初的导入阶段。在2015年到2020年这5年间，行业的关键词是认知教育与监管试探。那到了2021到2026年，正式进入了成长期，竞争者激增，用户习惯也逐渐形成。预计从2026年开始，整个行业会进入一个整合期，并购、出清与集中度提升即将成为主旋律。在这个时间点上， HIMSS 正好处在成长到整合的交界。它的重点不再只是简单的扩张，而是规模化、品牌化、多品类化的精细增长。那这个阶段的核心考验就是谁能在追求增长的同时稳住利润和合规。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在整合期真正成为最后的赢家。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基本面分析的部分。先从股权结构来看，目前 HIMSS and Hers 的股东构成非常典型。内部人员包括创始人 Andrew Dudum 与管理层早期员工合计持股约为 6.34%， 虽然占比不高，但是依然在决策层中拥有一定影响力。机构投资者持股占比高达 82.21%， 这个说明基金与长期投资机构普遍看好公司未来的成长潜力，其中主要持有人包括 BlackRock、Vanguard 等大型机构。从流通股结构来看，机构投资者在可交易股票中占比达到了 87.78%， 这意味着股价波动主要由机构买卖主导。截至最新统计呢，公司共有约691家机构持仓，主要分布在主动成长基金和被动型 ETF 之间，说明市场关注度和流动性都非常高。那我们再来看最新的内部人员交易情况。根据 Yahoo Finance 的最新披露，在2025年10月17日当天， HIMSS and Hers 共发生了5笔内部人交易，总金额约为 74.5 万美元，其中4笔为股票期权或者是受限股转换，2笔为技术性转换，都是为0美元，仅1笔呢是真实出售，金额约为 66.2 万美元。这种交易结构主要反映薪酬兑现节奏，并不会直接影响公司基本面。如果短期出现连续大额抛售，那市场通常会解读为锁定利润。但是像这种以转换为主、金额适中的情况，则更多属于正常的股权激励兑现行为，整体信号是偏中性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资本结构。目前 HIMSS 的市值约为 109.6 亿美元，这是市场对公司整体估值的直接反应。总负债呢约为 10.4 亿美元，包括长期与短期借款，整体负债水平仍然属于温和。
现金和等价物储备达到了11.4亿美元，现金充足，足以覆盖全部债务，这个让公司保持了非常高的流动性。企业价值约为108.6亿美元，基本与市值持平，这说明公司处于净现金状态，财务杠杆低，风险可控，也意味着未来的投资空间和抗风险能力都相对充足。然后我们看风险因子，截至2025年10月25日的数据 ，HIMSS 被做空的股票数量为7101万股，较上月的7464万股略有下降，这说明市场空头兴趣有所回落，做空比例呢接近39%，属于偏高的水平。这也意味着市场情绪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做空比率约 2.45 天，代表空头若想要平仓回补的话，大约需要2个半交易日，流动性充足，风险可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贝塔值，5年平均的贝塔约为 2.25， 股价波动性是大盘的2倍多了，这是典型的高增长加高波动的股票。最后3个月平均成交量约为3074万股，交易活跃度高，也说明机构参与度很强。所以综合来看， HIMSS 在资产负债上表现相当稳健，现金流健康，但是高波动、高做空比例意味着市场情绪分化明显，这既是风险，也代表潜在的反弹空间。目前 HIMSS and Hers 并不派发股息，公司将盈利主要用于研发、新品投入和国际扩张。那如果未来公司决定回馈股东，以当前每股收益 0.88 美元计算的话，派息比例从 10% 到 60%， 对应的年化股息将在 0.09 到 0.53 美元之间，收益率介于 0.18 到 1.08 之间。换句话说，即使派息，其股息回报仍然有限。那对于 HIMSS 这样处在高速成长阶段的企业而言，投资者关注的并不是现金分红了，而是公司能否通过再投资实现更高的复合增长。未来当现金流更充裕，业务趋于成熟的时候，转向派息才会成为一个真正可行的选择。那我们再来看 HIMSS and Hers 的盈利能力分析，整体评级是 B 级，代表公司已经实现稳定盈利，但是仍在持续优化阶段。首先，毛利率达到了 76.2%， 明显高于行业中位数的 59%， 这个反映了 HIMSS 的 DTC 直销模式和品牌溢价能力，产品定价空间大，用户愿意为品牌买单。那 EBIT 利润率为 6.5%， 同比由亏转盈，运营效率则明显提升。那净利率呢为 9.6%， 相较行业平均仅为 0.2%， 提升幅度高达了40倍。这标志着 HIMSS 已经从扩张期成功过渡到了稳定增长阶段。我们再来看股东权益回报率 ROE 高达 41.9%， 在行业中属于非常亮眼的水平，主要得益于轻资产结构与高毛利率的结合。那资产回报率 ROA 则为 10.3%， 说明公司能高效地把资产转化为净收益。最后就是自由现金流率达到了 4.7%， 经营现金流持续为正，证明利润质量真实且可持续。所以说 HIMSS 其实已经实现了从亏损到盈利的关键转折，盈利结构健康，现金流稳健，但是相较成熟企业仍然有优化空间，因此评级为 B 级，属于稳健型成长盈利。好，我们再来看 HIMSS and Hers 的成长性分析。在所有指标中 HIMSS 获得了 A 级评级，这意味着公司在营收扩张、利润增长、资本回报等方面都处于行业前列。首先是年度营收增长率高达 88.7%， 几乎是行业平均的12倍。这背后的核心动力是订阅用户的持续增长以及新产品线，特别是 GLP-1 减重服务的放量。其次呢是未来12个月营收增长，预计仍然有 47.5%， 说明市场普遍认为 HIMSS 的增长势头尚未见顶。那未来的 EBIT 增速为 8.6%， 反映盈利能力已经从爆发式增长转向稳定提升阶段了。长期的3到5年的 EPS 的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18.4%， 显著高于行业平均的 10%， 为中长期估值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而最亮眼的就是 ROE 的同比增长高达 688%， 这个显示公司在实现扭亏为盈后，资本回报能力大幅跃升，利润质量显著提升。所以 HIMSS 已经走出增长换亏损的早期阶段，进入了盈利扩张加上高速复合增长的成熟通道。那所以它的评级为 A 级，说明它在数字健康赛道中属于极少数能够同时兼顾增长和盈利的公司。接下来我们看它的估值部分，整体评级是 B 级，意味着当前估值略高，但是仍在合理区间。
首先是看市盈率，达到了61倍，明显高于行业平均的27倍。这个反映市场对公司未来增长有较高的预期，也就是说，投资者愿意为它的高速成长付出溢价。不过呢，如果看前瞻市盈率约为18倍，这个就能看出，随着盈利释放，估值其实正在趋于合理。那说明市场认为未来利润增长会非常快。企业价值和销售额比约 5.4 倍，略高于行业的平均，但是属于典型的成长型定价。对于 DTC 模式的健康订阅平台来说，这个是合理的水平。那企业价值和 EBITA 的比达到了68倍，看起来是偏高，主要是因为利润基数仍然在扩大中。那随着盈利的提升，这个倍数未来有望快速回落。市净率高达了 19.5 倍，反映出市场更愿意给品牌和订阅模式溢价，而非仅仅按照账面的资产来估值。最后来看市现率约42倍，自由现金流虽然为正，但是仍处于扩张期，估值略高，属于正常的现象。所以 Hims 当前估值体现了它的成长型溢价和盈利兑现预期，短期是略贵的，但是如果未来盈利持续兑现，就有机会实现以成长来消化估值。所以说它的估值评级为 B 级，属于略高估，但是合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同行业的对比。在同类企业中 Hims & Hers Health 属于数字医疗、远程问诊平台和订阅式 DTC 健康品牌，它的市值大约是109亿美元，企业价值约为108亿美元，目前拥有约1600名员工，受到14位华尔街分析师覆盖，说明机构已经开始把它视为主流成长股了。那相比之下 Teladoc TDOC 是远程医疗领域的老牌玩家了，更偏向 B2B 与保险端合作模式，主攻虚拟诊疗和慢病管理，市值约为15亿美元，员工超过5000人，拥有25位分析师跟踪。第三家公司是 GoodRx GDRX， 主要提供药品折扣和数字处方管理，帮助用户比价药价，节省处方支出，市值约为13亿美元，规模小，但是拥有约15位分析师覆盖，说明它仍然被视为现金流稳健，但是增长有限的企业。最后就是 WW International， 也就是 Weight Watchers。这家公司过去以线下体重管理闻名，如今正在积极转型为数字健康与减重平台，并切入 GLP-1 减重药物和营养订阅服务。不过目前市值仅约3亿美元，企业价值是约6亿美元，还没有分析师覆盖。那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公司在2025年5月已经申请 Chapter 11破产保护，主要目的是削减 11.5 亿美元债务，维持运营并且加速数字化转型。公司表示业务不会立即终止，但是这个也反映出传统体重管理模式在 GLP-1 浪潮下正在面临结构性冲击和盈利困境。那在与 Hims & Hers Health 的同行业的对比中，这个也意味着 WW International 所处的位置和风险远高于 Hims 的成长轨迹。好，接下来看股价表现对比。那从交易区间来看， Hims 的股价过去52周最高是 72.98 美元，最低是 18.33 美元，当前股价约为48美元，那距离高点仍然有约1/3的空间。相比之下 Teladoc 与 GoodRx 的股价都还在低位徘徊，分别较高点回撤约 40%。 所以换句话说， Hims 虽然调整过，但是仍然保持相对强势。那 Hims 在过去1年的涨幅呢，约为 128%， 年初至今涨幅超过 100%， 而 Teladoc 同期仅上涨了约 9%， GoodRx 反而下跌了近 40%。 如果说拉长时间线来看的话， Hims 3年累计涨幅都超过了 1000%， 是少数能够穿越行业震荡，持续创造股东回报的远程医疗公司。接下来看财务结构部分。从债务结构来看， Hims 的总债务约为 10.4 亿美元，但是他手头的现金储备充足，净负债为负1亿美元，说明公司整体处于净现金状态。尽管账面的负债率高达了 185%， 但是这主要是因为资本结构中股本相对较轻，而非负债压力过大，所以整体来说财务安全性良好，流动性充裕。那 Teladoc 的负债结构相对稳定，总债务同样约为10亿美元，但是因为它的盈利能力较弱，自由现金流有限，那净负债为正的 3.55 亿美元，负债率 73%， 属于中等杠杆水平。GoodRx 的总负债仅为 5.5 亿美元，但是由于现金规模不高，净负债仍在 2.6 亿美元左右，
那整体负债率为 85%， 反映出它在维持业务规模时对融资的依赖度更高。至于 Weight Watchers， 虽然说它的表面债务只有 4.77 亿美元，但它的净负债高达了32亿美元，意味着公司负债严重过高，杠杆风险明显。那结合我们之前提到的破产重组，这份数据其实进一步印证了它的财务结构已经无法支撑旧有的商业模式。接下来我们来看成长性。Hims & Hers 的年度营收增长高达了 88.7%， 在同行业中遥遥领先。未来营收预测增长 47.5%， 那市场预计未来3到5年，它仍然能维持 75% 到 78% 的复合年增长率。这个在消费医疗领域是非常罕见的高成长水平。那相比之下 Teladoc 的年营收仍然在收缩，过去1年下滑 2.6%， 未来预期也略为负增长，反映出它的核心远程问诊业务趋于饱和。GoodRx 的年增速仅为 3.2%， 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 Weight Watchers 则更糟，营收同比下滑 9%， 3年、5年复合增速都为负，说明传统健康管理的商业模式正在被新玩家快速取代。在盈利能力方面 ，Hims 的表现同样优异，它的毛利率为 76.2%， 反映出 DTC 模式和品牌溢价带来的强定价力。那 EBIT 利润率为 6.5%， 净利率为 9.6%， 说明它不仅实现了持续盈利，而且利润质量在稳步提升。自由现金流率为 4.7%， ROE 达到了 41.9%， ROA 则达到了 13.4%， 是少数在高增长阶段就能保持现金流健康和高回报的公司。相比之下 Teladoc 的 EBIT 仍然为负值，净利率为负 8%， 显示其商业整合成本和减值支出仍然在拖累业绩。那 GoodRx 的毛利率虽然高达了 93%， 但是由于折扣模式和规模受限，净利率仅为 4.3%， ROE 仅为 5%。而 Weight Watchers 则出现极端波动，虽然毛利率仍然保持在 70% 左右，但是净利率高达了 145%， 主要是一次性会计调整造成的，并非可持续盈利。那自由现金流率仍然为负，说明现金消耗问题依然严重。所以总结来看 Hims & Hers 在同行业中展现出最稳健的财务结构、最高的成长性以及最健康的盈利能力。在未来的行业整合期中，它的基本面优势将进一步放大，而传统玩家比如 Teladoc 和 Weight Watchers 则面临更明显的结构性压力。那么来看一下分析师怎么来评价 Hims。 目前一共有12位华尔街分析师覆盖该公司，整体评级为持有。那其中呢，有2位分析师给出了买入评级，8位选择持有，还有2位建议卖出。这个说明市场对 Hims 的分歧仍然存在。虽然盈利拐点已经确认，但是机构普遍认为短期上涨空间有限，需要进一步验证增长是否能够持续。那从目标价来看，过去3个月的分析师一致预期为未来12个月的平均目标价为 49.75 美元，与当前的股价相比，上行空间仅约 2%。从区间上来看，最乐观的分析师给出了85美元的目标价，而最悲观的则给出了28美元。这个代表市场上对 Hims 的未来盈利路径仍然有争议。多头认为公司有望持续盈利扩张，估值重估；空头呢则担心增长高峰已过，估值偏高。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多空总结。我们先从多头开始。那多头的观点呢，第一个就是品牌和信任壁垒。Hims & Hers 已经成为了年轻群体公认的 DTC 医疗品牌，在脱发、性健康、心理健康等领域建立了高识别度。它的定位有点类似于线上版的 Walgreens 和欧莱雅。那第二个呢，则是盈利和现金流转正。自2024年起，公司连续多个季度实现净利润和正自由现金流，是少数真正实现可持续盈利的 DTC 医疗公司。第三个则是订阅模式和复购率高。Hims 的订阅收入占比超过 90%， 留存率高达 85%， 形成了类似 SaaS 模式的经常性收入，这个让它的营收可预测，利润率稳定。第四个是 GLP-1 新品潜力。公司目前已经切入 GLP-1 减重药物和个性化营养服务赛道，与 Weight Watchers、诺和诺德等同场竞争，但是通过线上咨询和复方配药模式提升毛利率。第五个则是国际化扩张。Hims 已经收购英国 Zava， 进入了欧洲主要市场，包括德国、法国和爱尔兰，为它的中长期增长打开新空间。最后则是财务结构稳健。
公司净现金超过了1亿美元，几乎没有杠杆风险，具备长期扩张和并购能力。当然了，市场也有不少担忧。第一个就是估值偏高，当前市盈率约为61倍，企业价值和 EBITA 比超过68倍，显著高于同行。倘若增长放缓，估值存在收缩风险。第二个就是增长高点疑虑，那营收增长从 88% 降至到预期的 47%， GLP-1 市场竞争激烈，未来维持双位数的高增长并不容易。第三点呢，则是法规模糊和监管风险。Hims 涉及处方药和复配药业务，尤其是 GLP-1 性健康药物等领域，一旦监管收紧，营收结构可能受到冲击。第四个就是竞争加剧了。来自 GoodRx、Teladoc 以及 Amazon Clinic 等多方玩家的压力显著，低门槛、高营销费用将维持高获客成本。最后就是分析师态度偏谨慎，平均评级维持在持有或者是减持，这个说明市场仍然在观望它的盈利模式的可持续性了。不过呢，截至到2025年10月24日呢，来自最新的市场消息显示 ，Hims 在 AI 驱动的医疗领域依然在不断推进。尤其是在女性健康业务上扩张明显，虽然最近股价有所回调，部分内部人士减持，但是市场预期它在今年的盈利增幅仍然高达了 118.5%， 这个也说明在短期情绪波动之外，基本面依然稳健，增长逻辑并未被破坏。所以综合来看，短期 Hims 的股价可能随着市场波动较大，估值与成长预期会形成拉锯。如果财报继续超预期，股价就有望维持高位震荡。那么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11月初 Hims 即将发布第3季度的财报。如果说财报继续超预期，股价有望维持高位震荡。那中期呢，也就是1到3年的范围内呢，随着盈利结构优化和国际化的推进，有机会成长为 DTC 医疗领域的龙头，估值中枢可能会上移。而长期，也就是3到5年，如果说 GLP-1 和心理健康业务顺利落地的话， Hims 甚至有潜力成为医疗界的 Netflix。但是与此同时，也必须警惕监管和竞争带来的不确定性。所以总结来看，成长和风险并存， Hims & Hers 正站在数字医疗的临界点，它代表着一种新模式的崛起，也承受着传统医疗的怀疑。那未来能否持续上行，取决于盈利兑现的速度，那就是它能否走出 SaaS 医疗的新模式。如果说你也在关注 GLP-1、数字健康或者是 DTC 医疗赛道，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最想我下次分析哪家公司。别忘了点赞、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这里是 Money Dog Eric， 我们下期再见。